林兄，先吃饭吧。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不听。谢小李，请你如实的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见到了李宗仁、傅作义也好说。谢谢何校长，您不用去找他们了。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曾可达和王普臣还在找吗？沿途那么多哨卡，一个电话就能拦住他们。一个是国防部的督察，一个是保密局的站长，一起陪着您找。您相信，我们会相信吗？南京直接下的指示，外籍学生被释放后立刻递解离开北平。王普臣也没有权利中途阻拦，这才让曾督察去追。怕我们不相信，所以叫上了我。小车追不上大车吗？耽误了。暴雨一直追着我们车下，打电话问前面说没有下雨。等我们追到房山，警备司令部的大车已经空了，学生们早已过了国军的防线。梁教授，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把木兰找回来？只要方大队长愿意，现在就可以送我去房山坊去。都不用去了，李东，不要再找了。这些孩子迟早不是归国民党，就是归共产党。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哎，不听，你听我讲，咱们，哎，爸，协和医院，校长，快点，叫车去协和医院。哎，齐桑兄，慢点。没事。何伯伯，何伯伯，何伯伯。裴东，给曾可达打电话，叫他过来。行长，让曾可达来干什么？用他的专线电话，我要跟金国局长直接通电话。现在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木兰去了哪里，叫他把梁金伦调走。去吧，别再犹豫了。小月，行长，孟伟还在不在崔中石家？不知道。你坐着车去找找他，叫他不要找徐铁英，不要找王蒲臣，尤其不要找梁经纶。这个时候，也许他只听你的话了。我这就去。小李，二少爷，把夫人拉到车上去。小李，你先开车回去。
这是行长的吩咐。开车回去。是。你让开！程野，帮我一次，你敢吗？去哪儿？警察局，去找徐铁英。你爸让我告诉你，不要找梁金兰，不要找徐铁英，也不要找王普辰。我们能不能够有一次不听他的？你找徐铁英有什么用吗？没有用，我就想你跟我一起去。上车吧。王伟，你看，你这是，你怎么能把方夫人带到这种地方来呢？这是什么地方？程一，你告诉他，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孔祥熙部长、宋子文院长、柳公云总裁府上都去过。方夫人，我知道你见过很多大人物。可那都是在府上有家眷陪着。可惜徐局长的家眷在台北。如果有机会去台北，我很荣幸能见到徐夫人。是，还不让夫人坐吗，局长？司秘书，局长，赶紧去安排一下，我要亲自陪着夫人出门上车。是。来得好。倒茶。方副局长，在这里，请你听局长的。夫人，请。你有事有伤，我不欺负你。既然你不愿意倒茶，就跟我出去一趟。我有事。方孟威，你这是要干什么？别动，枪上了膛。方副局长，闭嘴！我还没问你呢。徐局长，想杀你的人很多，我希望不是现在。少爷在哪儿？在那个白瓷罐子里。
谢谢。孙秘书，陪着方副局长，你们出去谈。局长，到外边去谈。好。孟伟，把枪放下。把枪留下。徐局长，你希望我把枪留下吗？随便。哼，听见没？做谁的狗，也比做他的强。手不方便，我的枪请方局帮我拿出来。我希望你带着。单局，方局，哎呀，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动手，有话好说。问您一件事，那天我送崔副主任一家上火车，你明明在那里，为什么躲着我？偏要等我走了再去抓崔叔？是徐局长给你下的命令，还是这个孙秘书给你传达的命令？方局，说实话。说了便没有你的事。是我传达的。我问完了。看上司的笑话很开心是吧？局里出钱养着你们，心都让狗吃了还不滚！不许走！都在那站着，将来做个见证。是。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我都进过三青团培训班，进过中央党部进修班，都上过擒拿课。你右手有伤，不占你便宜，我们独守过招。你赢了，我不再问一句；你输了，问一句答一句。这样公不公平？公平。三青团，中央党部都教育过我们，下级不能冒犯上级。方副局长，你动手吧，我不会还手的。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的上级，只代表方孟伟本人跟你算账。如果还假装不还手，我会让你一笔账瞎掉一只眼，让你今后再也没有机会杀人。快去打电话！不许打电话！你们方家就是这样纵容孩子的？不是纵容，是承受。承受？承受什么呀？痛苦还有希望，我们都和孩子一起承受。传教啊，方夫人，这里可不是什么圣约翰公学。你就算是圣约翰公学，也没有哪个教程要教方夫人带着孩子出来打架。我刚才说过了，我是陪孟伟一起来承受痛苦的。徐局长心里面很明白，我今天要是不陪他来，刚才的那一枪，不是你假装倒个茶水就能躲得过的。你
你们方家到底想把事情搞多大？那要看徐局长愿不愿意忏悔。这里是党国，少跟我兜售忏悔这一套。你要么就带着方孟伟离开这里，要么就等着我把他抓起来。我在这里，你抓不了他。王夫人，就不担心倒在地上的是你们家的方副局长？徐局长还不明白吗？倒在地上的人是你。怎么？你想让他们抓我吗？你下令啊！真要我调稽查处吗？局长，我今天是来找你算账的，你别指望有谁能解围。我表妹去哪里了？是你说，还是徐局长说？保密局北平站有报告，你可以去问王站长。我正要你往别人身上推呢。下午我去保我表妹，你也在，是你亲自拿的保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会找你要人。徐铁英要是不下命令，就是给你10个胆子。也不敢把我表妹弄失踪。现在还要让我去问王站长吗？方副局长，你真想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吗？说。去问南京吧。问哪个南京？放手吧，干事情不要先输了理。夫人，找木兰的事，我和方副局长来落实，你陪方行长先回去。把枪还给国防部，找到木兰，你们一块儿去法国。罗副校长还在医院吗？回家了，校医看过了，没有大碍。我刚才还在想，他要是还在医院，咱们就走着路去看他。我们现在也可以走路回家呀。你不生我气啊？呵呵，后妈带着儿子大闹警察局，像我方家的人。那咱们就走着路回去，慢慢的走，给姑父留些时间。
我这个妹夫比我还要强，当着人从不掉眼泪。你在这儿等二少爷，我跟行长走着路回去。夫人，你陪着行长要小心。把刚才说的话再复述一遍。单局长，你说。是。民国37年8月12日晚，徐局长铁英召集方副局长孟伟、孙朝忠秘书开会，商议释放学生善后事宜。值班人单福明。徐局长，这样记录可以吗？出去填写。谁要是说的话与日志不符，自己到西山监狱待着去。是。局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指示？你们都直接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了，也问得着我吗？局长，快！方副局长，我和徐局长单独谈谈。今天的事，我代表南京向方家交代，但是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发生副局长和局长正面冲突的事。有人不要脸，党国还要脸。那我还能继续问他吗？没有用，也不值。曾可达难道不知道孙朝忠是铁血救国会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铁血救国会组织之严密，则太可怕了。徐铁英开始担心，党通局是不是预备干部局的对手，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徐局长，进去谈谈吧。谈吧。回去陪陪父亲，别让老人家担心。起来。你让我的是吧？曾督察说的对，跟我这样的人较劲儿，没有用，也不值。你们叶局长电话，说好的，我不用回避，请接吧。是叶局长吗？叶局长好，我是徐铁英。我现在是用1级加密在跟你通话，你懂的。是，叶局长。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说话，
不要让曾可达知道。回答时还称呼叶局长就是。是，叶局长。许主任吗？我是蒋经国。是，叶局长。你们党通局拟了一份关于保护我的名单，上面写着有利于我的人，不利于我的人。你们很关心我啊。是，叶局长。我刚才问了你们叶局长，这份名单是你起草的，陈部长亲自批了字，呈给了总裁，总裁又转给了我。我想就这份名单给你打个招呼，也是给你们党通局打个招呼，可以吗？是。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都属于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领袖，没有谁有利于我，不利于我。希望党通局今后不要再拟这样的名单，尤其不允许利用这样的名单打击预备干部局的人，比如梁金伦同志，还有在你身边工作的孙朝忠同志。我讲清楚了吗？是。现在讲谢木兰的事。这件事，你们党通局已经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你们叶局长已经担了担子，但应亲自向总裁检讨。下面关键是善后，除了你、王布珍、孙朝忠和梁金伦知道，对其他的人都要统一口径。我知道曾可达同志就在你的身边，打完这个电话，你立即向他交代。因为谢木兰留在北平，想干扰梁金伦和方梦敖配合推行币制改革，因此安排他去了解放区。这是你们叶局长的安排，经过了我的同意。是。现在当着你们叶局长，我给你最后一次打招呼，不要再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不要干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工作，不要试图阻挠币制改革。是，叶局长。曾组长，我能不能向你提个意见啊？当然能。在北平，任何事情你可以直接找我吗？犯不着捅到叶局长那里去。我给你们叶局长打过电话吗？哼。好了，快10点了，那就说说谢木兰的事吧。
姑父，姑父，曲主任吗？孟伟和你小妈去警察局找徐铁英了。你爹和曾高达又去找孟伟和你小妈了。明知道木兰回不来了，一个个还去找。木兰去了哪个解放区？组织上有消息吗？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去解放区，要是没有组织的批准，都要调查甄别。木兰是我女儿，有什么消息，组织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叫您姑父，还是应该叫您上级？叫什么都可以。叫什么您都会对我说实话吗？当然会。好，请您告诉我，木兰到底去没去解放区？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追木兰的经过都讲了。曾可达和王步臣应该不会说假话。那就是您在说假话。我有必要对你说假话吗？有这个必要。崔叔在临死之前对我说过假话。他说的不是共产党。傍晚的时候，您见过组织的人？他们怎么说？就因为小李先开车比我回来的早，我后回来的是吗？我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正面去听组织的解释吧。不用关门。这是中央银行和北平分行的直用电台。要说欺瞒，我也就欺瞒了你爹。这两句诗出自《木兰辞》，显然是回答木兰到了解放区，可用得着这样隐晦吗？对不起，姑父，我想请问一下，4681是什么字？孔雀的雀字。我爸和小妈回来了。
孟敖回来了，程毅，没吃晚饭吧？我去热面包。程毅，你不觉得程毅为了木兰，去警察局找徐铁英很委屈吗？孟敖这是在夸你。给小玉。你先下去，下头有小米，给我熬碗粥。好。关上门。你往那边放一放。你今年虚岁33了吧？是。这1年来，特别是这1个月来，你头发白了不少，知道吗？知道。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你知道什么是白发如新吗？你今年虚岁33了吧？是。这1年来，特别是这1个月，你的头发白了不少，知道吗？知道。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你知道什么是白发如新吗？回答我。是。
确有些事情没有告诉先生。先生既然这样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给你。一切？是。从小我就没有父亲，也没有兄长。后来我有了一位父亲，就是先生您，又有了一个像先生一样有恩于我的兄长。这个人就是经国先生。你是蒋经国的人，又是共产党，请你正面回答我。不是。那为什么几次学潮都与你有关？几次抓你又放你？先生知道我参加了学联，学联是华北各校师生自发的组织。你坐过来点儿。你什么时候认识蒋经国的？在高中毕业以后。比我还早。那个时候，抗战刚刚开始，我去投军。他看上了我写的那篇《论抗战时期后方之经济》，当天就见了我。一番长谈，他叫我不要去打仗，来考烟弹。翁文浩先生给您写的那封推荐信，就是他请翁先生写的。后来去了哈佛，也是他帮的忙。您给哈佛写了推荐信，但那个时候从北平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都非常的困难，都是经国先生安排的。知遇之恩，国事待之，国事报之。经国先生虽然事事都听从他父亲的，但是对于孔家和宋家对国民经济的把持，心里边非常抵触。他认为，如果不从经济上改变这种垄断把持，中华民国就不是真正的民国。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得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真正的经济学家，还一批？在经国先生心里，先生您就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让你从美国回来以后，到燕大做我的助手，推动经济改革。先生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宋子文开放币制兑换、搞乱金融的时候。当时弹劾宋子文，出面的是傅斯年先生那些人，但真正扳倒他的是先生您和另外几个经济学家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论文。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今天放木兰去解放区，是不是也是蒋经国的安排？是因为你，还是因为方梦敖？是因为我。
难道一直误以为我是共产党？不敢爱孝玉，又不敢爱木兰，你把一生都交给蒋经国了。我从来就没把自己交给谁。先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国留学，又回到祖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一笔庚子赔款，把几代中国人都绑在美国的车子上，从清朝到民国，也就越来越依附美国了。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就成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精英，给我安个经济顾问的头衔。蒋经国又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他们看重的不是我，更不是你，他们看重的是我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和他的美国背景。政府需要美国的援助，他们是指望美国人兑现二战时期援助中国的补偿承诺，把在美国早就印好的那20亿金圆券作为币制改革的新货币，你告诉他，美国人即使发表了那20亿，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美元来坚挺20亿，是不是？而且20亿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流通。好，我知道，最后的手段就是动用军事管制，禁止黄金、白银、外币的流通，逼着老百姓把手里可怜的黄金呐、白银呐拿出来兑换金圆券。而一旦市场物资匮乏，金圆券就会失控，百姓手里的黄金、白银就都变成了一张张废纸。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是为民请命，还是为虎作伥呢？我最近又在看《春秋》了。知火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我只能做这个千古罪人了。把我那篇论文打出来。见到谢叔叔了吗？你爸好些了吗？输了液好些，叫我熬粥。
现在可能正在打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的报告。你还没有告诉我见到谢叔叔了吗？咱们能不能出去？出去说。这个时候12点前我带你回来。我去关火。队长，哟，何小姐，弟兄们都睡了吗？都睡了。都叫起来，把衣服穿好。是。到这里来干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一路上你也不说。先进去吧，进去再说。敬礼！好，把手都放下。敬什么礼？跟大家说一下，下午被抓的学生都已经被放了。现在到操场上集合。我和何小姐有句话要说。是。向左向右转，齐步走。小叶把门关上。木兰的事情，姑父已经问过上级组织了。怎么说的？是木兰词里的2句诗。是不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木兰到解放区了。还有别的消息？我感觉姑父在瞒我。他们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他们为什么要瞒你？又是你的直觉。什么意思？小玉，你答应我，我告诉你之后，无论多大的意外，你都要能承受。我能承受。孔雀东南飞是蒋经国制定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执行这项计划的2个人都与你有关，一个人就是我，代号焦仲卿；另外一个人，代号刘兰芝。谁？你答应我的，我告诉你这个人，你要能承受。这个人就是梁经纶。
木兰的事，是不是因为梁静茹？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了，组织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组织指的是谁？崔叔死了以后，我接触到的人只有你和姑父。姑父还跟你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只告诉我木兰去了解放区。我感觉到，因为币制改革，中央和国民党南京已经开始了上层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姑父能够掌握的。今天木兰的事情肯定跟梁金伦有关系，跟我也有关系。我明明知道的，但只要是牵扯到币制改革，牵扯到孔雀东南飞，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去做，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希望我做什么？告诉我。你会听我的吗？会。离开北平，离开我和梁经纶，姑父那边我去跟他讲。叫我去哪里？去解放区，去香港，哪里都可以。让姑父请组织安排。组织不会安排，我也不会离开。下一个最危险的人就是你。你还不明白吗？从今天起，他们瞒着我，我也瞒着他们，天上地上的，跟他们决一死战，能叫上你吗？接下来我还要继续跟梁经纶在一起，你能吗？送我回去。你带我出去的，不送我进去。还进去做什么？进去帮我说2句话，让我爸同意我跟梁经纶订婚。
孟敖又去问了木兰的事，有些话还想问梁先生。你们去梁先生房间谈。我爸应该醒了，我还得去热粥。忘了告诉梁先生，孟敖刚才带我出去，向我求婚了。祝福你们。祝福什么？祝福木兰不见了？抓进西山监狱，我是最后一个被放出来的。之后木兰就去了解放区。木兰有没有去解放区？明天请曾督察问南京，也许能够知道。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找曾可达？一定要现在去，我也跟你去。出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告诉先生和孝玉，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我们在执行孔雀东南飞，我也承认。你是不是铁血救国会的，跟我无关。你什么时候把身份告诉他们，告不告诉他们，是你自己的事情。执行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我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应过。我现在只关心木兰的事情。你们还要牵连多少人在里边？你说的这个，你们里边没有我。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可从来都是他们来找我，我没有权利去找他们。像今天这样牵扯到我们身边的人，将你和我都陷在黑暗里，我赞成你不干，我也不干。币制改革也不干了。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告诉你。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二战。为了拖住日本的主要兵力，我们不但要在国内拼死抗战，还要配合盟军出兵缅甸、印度远征作战。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当时美国政府就承诺要给我们战时的补偿。
45年抗战胜利，到了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而事实上大量的援助反而是给了日本，这才引起了我国民众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浪潮。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因为内战，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可这都不能成为国统区各城市民众一天天在饿死，而美国给我们嗟来之食的理由啊！今天你在台上，我在台下，为什么那么多饥饿的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当时传来了朱自清先生拒领美国救济粮去世的消息，师生们的悲愤，你有，我也有，楼上我的先生也有。我和我先生刚才就在楼上打印给司徒雷登的函件，请他督促美国政府履行承诺，兑现45年应该给我们的补偿。可就算美国给了补偿，又能怎么样？天天在贪腐，天天在通货膨胀，受苦的还是广大民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币制改革的原因。我跟我先生都是学经济的，其实我们也都明白，牵扯到国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币制改革未必能够真的推行，其结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可是不推行呢，只能看着民众一天天的饿死。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一定要追问我在干什么，我是谁？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只是燕大经济学的教授。你们都要走？告诉先生，
我先回书店睡几个小时，明天早上再过来。按中国的习惯，孟欧向孝义求婚，应该还是告诉先生。说什么了？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在一片争议声中决定，天亮后向全国宣布币制改革，即日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钱庄业务，停止所有货币流通，择日发行1945年美国代印的20亿元货币作为金圆券，取代现行一切货币。金圆券1元币值美元0.25元，兑换旧法币300万元，并以金圆券币值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除金圆券外，禁止任何贵金属货币交易，违者严惩。还有4页，那这一页的标题是什么？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为什么要挑在鬼节呢？
吃点东西吧。我去吧。一早就要发布了，没什么好瞒的。进来吧。先吃吧。有话跟你说。裴东，一起来，边吃边谈。行长，最后一张。差1个月，你跟我就10年了吧？当年离开上海走得急，金银细软都在孟敖、孟伟他们妈那里，几场大轰炸一样都没有留下。接着是8年抗战，任何东西都没有给你买，也就是这2、3年给你置办了一些金银首饰，一共是多少？也不少了。这个中华民国，连我方不停太太的一点金银首饰都绕不过。你跟他说吧。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知道了。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知道了。天亮之前，我会把要交的都拿出来。今天是阴历7月15吧？没有别的。我想起了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和他们的妈了。你那里有个金镯子，是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传下来的，一共2个，一个给了孟敖的妈，一个给了木兰的妈。木兰现在也走了，也不需要了，都交了吧。知道了。
这里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请问你是哪里？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是我，曾督察。方大队长的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呀？方大队长不在宿舍，他先前开车一个人出去了。这么晚他去哪里了？他没跟我说，我也没敢问。那好，方大队长一回来，请他立即给我回电话。是。喂，梁教授吗？我是曾教授啊。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我这里有一份急用的稿件，希望你能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看这份稿件。现在？请上车，辛苦了。夫人，我先去备车。在我北平分行当乡里，只有这么一点财产。这一点东西留给木兰留学、结婚也不够。我本来给木兰备了一份，现在都留不下了。去解放区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个了。行长，天一亮才出台币制改革的法案，金银外币兑换经营权还要等几天，这么早就交出去，是不是出头太早了？
谁让我们是中央银行的人呢？剜去心头肉的事，我们不带头，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有财产的人，谁会兑换金圆券？兑换之前，再去个地方吧。哪里？北平日报，请他们总编务必帮忙，在今天报纸的头版发布消息。为了配合民国政府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庭、乡里谢培东也已交出全部金银外币。包括夫人的结婚戒指和女儿的手镯。回事？小李，红包车好像是那天拉你那人。谢乡里，我们张老板有笔紧急的汇款，清早就需要您去办理。我带路，请您的车耽误半个小时。裴东同志，您时间紧，我们抓紧时间谈。好，请坐。国民党币制改革的法案出台了，马上就会公布，一共5套方案，细则很多，不能详细汇报了，我摘要说明一下吧。上级没有要求您汇报币制改革的法案。谢培东立刻明白，国民党刚刚出台的币制改革法案，这时已经摆在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案头，心中五味杂陈，竭力保持平静，等待离北平不远处深山中传来的雷声。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我的任务是什么？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继负责。我负责。是。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2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培东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让我们通过国民党币制改革，将傅作义50万军队稳在平津。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央领导的另一句话，也许就是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中央对您十分倚重啊。刘云同志让我转告您，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暗中调查您和崔中实同志的关系。徐铁英一直想得到您保存的崔中实同志的那份账册，所以从今天起，北平地下党和华北城工部将终止与您的一切联络。谢北东同志。方孟敖同志和何孝玉同志全都交给您了，您要多保重，你们都要注意安全。接我们的人来了，知道什么事吗？不想知道。马上就要币制改革了，在咱们家里，我和爸还有姑父都会被卷进去。孟薇，你记住，你一定不要被卷进去。如果我们3个脱不了身的时候，还需要你把程一跟崔婶一家带走。方局，方局，方局，哎呦！紧急命令，徐局在等着呢。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今天是7月半，你和崔副主任的感情，兄弟们嘴上不说，那心里都清楚。什么任务？昨天晚上2点下的命令，军警特线进入1级警备，听说天一亮就宣布币制改革。我们的任务是天一亮押送马汉山去南京特别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徐局的意思，崔副主任那是马汉山杀的，由你来押送，然后留在南京陪审，高低判他个死刑，给北平银行一个交代，也让你出口气。徐铁英说的，没有直说，大概就这个意思。那就麻烦您转告徐铁英，我不想出这口气，这个任务你去执行。方局，马汉山是宪兵押送，那你是警备司令部副处长，我没这个职务。我是孙兆忠，单副局长请讲。孙秘书，请转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稍等，你亲自跟局长说，单副局长的电话。喂，报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我们现在西山待命。就在西山监狱等我。是。连长，上车。你坐到那边去吧。跟了我这么久，还没见过我开车吧？
主人好设计，可是还得注意安全。听你的，咱们都得注意安全。都来了，坐吧。币制改革终于要宣布了。建峰同志托我转告梁经纶同志，你协助何校长写的那份致斯托雷登大使的信函，他看到了，总统也看了，很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且在美国人面前维护了民国的尊严。建峰同志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他向你们致敬。”我们是学经济的，分内的事。这是币制改革的全部法案。时间很紧，先看一下重点。接下来，南京有重要的任务。我简要讲一下我们的任务。全国分为上海、天津、广州3个经济管制区，重点当然是上海，那里由建峰同志亲任督导。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经济管制区，冀平津整个华北都属于这个管制区。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学。清华、北大、燕大、南开也在这里，保障我们这个管制区的民生物资，尤其是北平的民生物资，直接影响到币制改革的成败。还有，华北剿总50多万大军，跟华北共军展开决战，全靠他们，军需物资必须保障。南京决定，我们这个经济管制区由行政院张副院长厉声亲任督导，我们在北平成立协助督导组，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推行币制改革，重点和难点有2条：一，继续清查平津地区的贪腐案件，逼使那些官商们将他们大量囤积的物资全都交出来，投入市场；二，尽量争取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平津。看到你们经国局长的签字了吗？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是因为总有那么一批人，打着经国局长的旗号，借反贪腐的口号，扰乱党国，争夺权位。哼！从党部到政府，有没有贪腐啊？啊，当然有了，也当然要严惩。可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手里颠覆党国的工具。经国局长成立铁血救国会，某些人呢就以为这个组织是用来取代老一代位置的近身之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想，总裁如果不征求中央党部的意见，能成立这个铁血救国会？一手反腐不只是铁血救国会的专利，
也是党部的长期任务，但国策永远是戡乱救国。币制改革期间，就是防共反共。北平如何执行，党部将任务交给了我。想知道配合协助的人选是谁吗？主任，请你宣布吧。2个人，一个是王站长，一个是你。从现在开始啊，你也不用再跟我隐瞒你那个铁血救国会的身份了，我也不用装着不知道你的身份。枪毙崔中实，处决严春明还有谢木兰，经过这2次考察，你坚决反共的态度，党部是肯定的。之所以破格让你看中常会的会议记录，就是想让你明白，经国局长就是中常委，中常会的记录，经国局长也会坚定的执行。你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顾虑，你可以马上告诉我，我向中央党部马上汇报。我坚决服从党部的安排。跟美国和西方的工业国家不同，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般民众到大学教授，生活还停留在吃饭穿衣的水平。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去卖，是为了换取布匹和棉纱，因此，布匹棉纱就成了我国市场的物价杠杆。这就是要点。方大队长，你还有问题要问吗？我在听。按梁教授的说法，操纵平津地区物价杠杆的，就是这些公司和厂商。1年多前，这些公司和厂商多数挂靠在孔宋2家的棉纱公司名下。可恨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免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职务之后，这些人便把股东的名字陆续更换，挂靠到了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的党产名下。现在我们要禁止黄金、白银、外汇的市场流通，严令囤积的物资立刻要投入市场，按金圆券限价销售。暗中抵制的一定是他们，动他们，不但是触及了孔宋2家，还动了党产，一定会招致中央党部的抵制。不动他们，那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第1步便迈不出去。怎么动？查北平分行的账，让我去抓人。查了1个多月的账，从账面上谁都查不清楚，只有2个知道内情的人，崔宗实已经被他们杀了，还有一个马汉山。我已经申请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今天起，马汉山归我们管制，配合清查这些公司厂商。那徐铁英和他背后的党部会听行政院呢？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是币制改革的最高权力机构，我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提调马汉山。方大队长，梁金伦同志，你们的任务是：方大队立刻恢复航空大队编制，3架运输机已经调至南苑机场，由你指挥。今天的任务是配合北平分行去天津押运金圆券。建峰同志特意嘱咐，希望你和方行长好好配合工作。梁金伦同志的任务依然是配合何副校长，争取美方给平津地区更多的援助。币制改革的前1个月，务必保证平津地区民生物资的半年储备，务必保证华北剿总50万大军军需物资的
半年储备。我是曾可达，王站长有事请讲。拖延半小时，半小时过后是我的责任。半小时之内，马汉山要被押走，你去向行政院交代。真让方大队长给说中了，徐铁英要把马汉山押往南京。党国存亡，民生危难，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全靠我们京城合作。王副官，备撤。那天晚上我问了一句话，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那我要是正面回答你，你会相信吗？请说。不要再去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4万5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至于你的家人，我的先生，还有孝月，以及那些无辜的学生，保护他们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徐局长，请示过保密局了，给我的命令是配合党部的行动，请徐局长稍后，我去提调马鞍山。辛苦。局长，你对王站长都有些什么看法？不知道主任你问的是哪些方面？想不想听听中央党部的看法？王辅臣，民国25年入党，民国37年加入铁血救国会，忠诚执行党国任务，极力协助经国局长与中央党部的精诚团结。你是不是应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呀？是。好好学。
曾文正公每日3事，写1篇日记，下1局围棋，静坐4刻钟。不成，你这本曾文正公日记好啊，自己天天读，为什么不早点借给我看看呢？老站长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到了南京，对付那些不黑不白、不疼不痒审我的人，哼，老子就用曾文正公的话，让他们录口供。哎，总统看了一感动，把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当了研究员。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您可以慢点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咱们军统的人永远都是仪容整洁。不是呢，你把那本书拿走。现在党国已经无药可医了。曾文正公说，只能靠1、2君子，争1分是1分。我想这1、2君子，只能从你们铁血救国会里边去找了。老站长说的什么？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了。我送你一场功劳，就在那本书里。这一天我写的，都是那些混账、王八蛋、黑账。我想让你把它交到经国局长手里，算一算，够全北平市老百姓半年的口粮和50万大军的军饷。老站长，徐铁云和他身后那帮人正急着要把你接往南京，曾督察正往这里赶。只要你配合他们查账，经国局长就有可能救你。记着，这本书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我会想办法送上去。还是经国局长识人呢。有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可是今天说了也不算施恩了。想不想知道啊？老站长，请讲。去年北平站站长的人选本不是你，当时有好几个人竞争，争到最后定的是军统那帮老人集体保的另外一个人选。当时我记得总裁都快签字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落在你的头上了吗？经国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推荐的你，我还拿了50个金条送给那个人选，最后他自己请辞了。
这辈子净瞎送钱了，还真就50个金条我没送错。不是的，加上今天我给你的这本账，毛人凤那个位置迟早就是你的。老爹，你救不了我，所以别把自己卷进去。晚上。王站长呢？报告曾督察，我们站长在提调满汉山。去跟他说一声，我已经到了。快去啊！是。老站长。这阵势你都看见了，我先过去交涉一下。移交吧。是不是让徐局长也看一下？可以，让他过来看。请徐局长借2步说话。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